从厦门出发，坐了7个小时的动车，还在厦门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其实这是厦门站到厦门站的环闽动车，但是这车真的会有人坐完全程吗？我就想知道坐完一圈回来之后还给退票吗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接下来我们去全程体验一下，领略一下巴闽大地上的风土人情。小小瓦罐到处瞎转。这会儿是早上的8点20，坐标厦门站站前广场。咱们一会儿要全程搭乘的环闽动车，就是由厦门站始发，中到厦门站的动6318。这趟车是顺时针在福建南部和中部绕了一个圈，全程大概在800公里左右。中途需要停靠15座车站，几乎是站站停了，总用时是6个小时52分钟，接近7个小时了。动6318今天是由福建的土特产大地铁 CRH1A 担当，今天的上座率还可以，没有多少空座。可是咱们的座位是一个面壁座，这是真遭罪啊！这句话放在大地铁上面，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讽刺了？早上的9点08分，我们晚点3分钟从厦门站发车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乘坐本次列车。本次列车开往厦门、剿北。蓝天碧海飞白鹭，波光远影泛渔舟。发车之后不久，我们需要出厦门岛，所以就来到了一段海上路段。出岛之后，很快也就驶上了杭深铁路的正线，所以速度也逐步提了上来。刚来到第一站就要停靠12分钟，在这里不仅要代币福州到长汀南的动6409，还要代币一趟货里。不是这家伙的路权怎么这么低啊？旁边的金凤凰是厦门北到北京南的高304，我们刚停稳，紧接着它就出站了。没关系，一会儿在龙岩站我们还能再遇到它。在这趟车上，你就能深刻地感受到福建为什么被称作为巴山一水一分田。全程几乎70%-80%的时间都在穿越隧道，可能也是由于速度并不快吧，所以耳朵并没有很强的堵塞感。这里跨越了南靖站，也是不容易啊，还能跨站。南靖到龙岩这一段最期待的还是希望沿途能够看到土楼，一直都还挺想去看一下的。跨一站没过瘾，这里又跨越了龙山镇站，还顺便踩了一下厦门北到北京丰台的快572。现在我们经过的这一片不知道是不是土楼，这黄色的墙体和房顶看起来确实挺有特色的。众里寻楼千百度，蓦然抬头，那楼正在眼前处。上午的10点35分，我们来到龙岩站，再次遇到厦门进京的高304。熟悉的剧情，我们刚停稳，它又出站了。龙岩站也是前半段为数不多客流量比较大的车站。龙岩这一站应该是上来了几个大人物，一上车就说我们不是通过正常通道上车的，一会儿可能要检票。这会儿乘务员在查票呢，不是怎么查着查到我这儿了。虽然我跟他们离得近，但我跟他们不是一块儿的呀。离开燕石南站之后，本来只是简单的上个厕所，但没想到的是一进来又干净又香，一股浓浓的六神的味道，这点要给个好评。起初看到张平2个字，我以为是属于漳州的，看了下地图，发现还是在龙岩。从龙岩站到现在上座率都不太高，估计到3名乘客会多一点。眼看着离3名站越来越近，但始终不见站台，目光转向另一侧，才发现又停靠在了最外侧的站台。细细端详窗外，才发现此时的巴闽大地也萌生了些许秋意。田野泛黄，悠悠清江，远山苍苍，晴云清漾，正应了那句最是橙黄橘绿时。来到3名北站，行程将半，站台上的乘客也已经等候多时。到延平西站，我们旁边的2个座位终于上来了2位乘客，这2个座位从厦门站一直空到了现在。消息上来了2位乘客，坏消息，这2位乘客是一对小情侣。更坏的消息，前面还有一对小情侣。更坏的消息，我这个座还是个面壁座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往哪边瞅了，太难受了。说到延平还是有一些印象的，大学有一年暑假，因为分辨能力差，被一个教培机构骗到这里来给他们招生。虽然那段经历很不舒服，但还是认识了几个不错的朋友。离开延平站之后，我们也驶上了合福高铁，所以速度也提到了250。接下来所停靠的这座古田北站就很有意思了，因为它在古田县南边20公里，但是它叫古田北站，就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。
而且看到古田这两个字，第一印象还是古田镇古田会议，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还有点恍惚。离开闽清站之后，我们就要逐步接近福建沿海地区了，接连停靠福州站和福州南站。远远的就能看到福州南站的双拼站房，对面是福州南站的福厦高铁站场。来到沿海这一段，停靠的车站反而更少了，接下来就只停靠莆田、泉州、厦门北这种地级市车站。下午的2点半，我们来到了莆田。关于莆田，除了协和医院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复兴号 CR450 曾经在这里的梅州湾跨海大桥上面跑出过单列453，相对交汇891公里的时速。泉州作为万亿 GDP 城市，没有地铁，着实有点可惜。3点半，我们停靠本趟行程的最后一座车站厦门北站，真没想到都快到终点站了，人还这么多。列车前方到站，厦门。在金岛的跨海大桥上面，大地铁遇到了真地铁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谁更胜一筹。下午的3点55分，坐了接近7个小时的动车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厦门站，这很难评啊，好像坐了，又好像没坐。只能说有了环线动车之后，坐地日行8万里，从此不再是梦。当然，这个车票是不能够再退的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成本关照，我们下期见。